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辛普森家第7季第1集。被辞退加上秃头被杀，这让秘书没日没夜的喝酒。这天，他被打碎酒瓶吵醒了，正打算收拾一下自己，却发现有人在洗澡。打开浴室大门，才发现那人竟然是秃头。秘书欣喜万分，秃头没有被杀，原来一切都是一场梦。秃头告诉他，现在是1965年，他们正在进行一起改装车比赛的秘密侦查。紧接着，他们就来到了赛道极速狂飙。正当秃头拿起枪到处扫射之时，秘书又醒了过来。他意识到刚刚场景才是一场梦。电视上报道了秃头被杀的新闻，在中枪后不久，他就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。该院医生宣布其已经死亡后，秃头又被转到了一家更好的医院。这家医院提升他生还的可能性。接着，主持人又采访了警长，他表示自己询问了距离较近的目击者，也就是辛普森家的狗和小小星。这当然没有什么作用，他们都不会说话。不过可以确定，警方的怀疑对象是秘书。吃饭的时候，辛小梅向大家表示，镇上每个人都有杀秃头的嫌疑，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这个家的人。他弄断了小新狗狗的腿，他毁掉了老辛普森的住所，他叫不出辛巴的名字，当然还有辛小妹自己。秃头害他最喜欢的爵士乐课被取消了。此时辛妈开口了，他对大家说，警方已经锁定了一名嫌犯，就是秘书。这下大家都纷纷将矛头指向他，不只是别人怀疑秘书，就连他自己也不确定是否罚9分的时候，开枪打死了秃头。他刚拍着胸膛安抚自己，没想到先从怀里摸出一把枪，闻了一下气味后，发现他最近被用过。接着秘书又开始回忆起那天经过，当时他离开了证明大会，却是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人开了一枪，那个人应该就是秃头了。想到此，愧疚感瞬间笼罩他的全身，负罪感让秘书迫切想要倾诉，于是他来到了教堂忏悔室，诉说自己就是那个杀害秃头的人。没想到警长就在这里等着他承认呢。于是秘书被逮到了警局，他叙述了自己杀人的动机和经过，包括自己和秃头是如何争吵，以及在其决定遮挡太阳之后是何等愤怒。从审讯室出来以后，秘书马上就被各路媒体给围住了。肯特询问他被指控杀死自己的老板和人生导师的感觉如何，秘书表示，那感觉就像是麦当娜发现他丢掉了尾钩一样低落。此时小丑和梅尔正在看电视，听到秘书如此形容他，小丑十分生气，因为这笑话是他说的。梅尔表示，小丑也是从宽恕我的荒唐行径那里剽窃来的，又能有多高贵？这下小丑也没了话说。梅尔冷静分析道，秘书应该也看了那档节目，他向来一击不落，因为他以前在证明大会上说过，所以梅尔很肯定自己记得很清楚。突然他发现整件事情的盲点，他和小丑来到警察局，告诉警察他们抓错了人，因为秃头是在星期五下午3点被杀的，而此时正是秘书在家里看宽恕我的荒唐行径的时间，所以很显然这不是他做的。这么一说，秘书也想起来了，那天他为了回家看剧，提早就离开了证明大会，在路上他确实遇到了一个挡路的人，但那并不是秃头，而是一位老人。他拦住了秘书，想他清醒过来再离开，但秘书赶时间，于是对着老人的腿就开了一枪。这么说来，秘书可能杀死一个老头。警长不明白人死了怎么能没人报警，于是大家来到了养老院，那个老人家好好的站在他们面前，原来子弹确实打中了他的腿，但老人很早以前就已经截肢了。看样子真相大白，秘书洗清了嫌疑，头号嫌犯证明了清白，警方又得继续寻找真凶。幸运的是，现在已经有了线索，从秃头家里拿来1枚子弹，接下来就是应该讨论一下作案动机了。此时辛小妹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，秃头是镇上最富有的人，或许是谋财害命。他向警长展示了自己列出的嫌犯，他们都因秃头产生经济上的困难。老谋子因为秃头疏忽，他酒吧关门大吉；酒鬼巴尼因为酒吧关闭，他没法顺走硬币；春田小学校长秃头盗走石油，让他学校损失了数百万；还有红发威力，他丢了工作。这时警察提出了疑问，被解雇的爵士乐教师怎么不在上面？他曾发誓过要报仇，但辛小妹相信他肯定不会做出违法的行为。不过任凭他怎么说，警长都带人去找普恩特了。了解警长们的来意后，普恩特倒是没有惊慌，他表示自己所说的报仇不过是用歌声来燃烧他的灵魂，而不是用子弹射穿他的身体。接着他邀请警长们倾听了他的复仇，伤口不会持久，不灭的是侮辱的歌声，秃头会一直与此同在。一曲毕，警察们纷纷鼓起掌来。警长相信了普恩特是清白的，还调侃道，希望每个嫌犯都这么搞笑。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。当他们找到校长的时候，他迟钝让审讯过程极其无聊。他表示自己确实有想过去伏击秃头，所以休会的时候他冲进了洗手间，原想在里面化妆变身，不料弄完才发现错拿了妈妈的化妆品。更糟的是，此时校监进来了。正当他们相顾无言的时候，窗外传来了一声巨大的枪响，所以说校监是可以证明他不在场的。接着他们又去审问了威利，他的食指关节断裂，根本没有办法开枪。然后就是老谋子，对于这种谎话连篇的老油子，警察们选择用测谎仪来提问，你是否对秃头心存不满？是，但我没有开枪杀他。这是实话，但接下来就未必了。比如老谋子说自己晚上有个燃情约会，警察们还挺喜欢看他自取其辱的。此时辛巴找到了老辛普森，他发现埋在
后院那把枪不见了，所以过来问一下。没想到老辛普森像吃了炸药一样，说辛巴什么事情都赖在他的头上。见辛巴被自己气走，老辛普森才从怀里掏出那把枪，原来是被他拿走了，还带在了身上。警方的调查到现在依然毫无进展。要说好的方面，可能就排除了几个嫌疑人。警长想到可能需要通宵费神了，于是就想先喝点咖啡提提神，但咖啡已经没有了，于是他就喝了一些奶油。才喝了一口，他就仰在椅子上睡着了。梦境中，他正在吃甜甜圈，辛小妹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，他提醒警长不要吃掉了线索，然后就通过谐音将信息说了出来。谁知警长榆木脑袋，反应不过来，于是他干脆就直接说出了线索，去看秃头的外套。这一句直接将警长给惊醒了。恰好此时警员也走了过来，建议上司检查一下秃头中枪时穿的外套。他们赶到医院之后，警长用显微镜仔细观察了一下，果然在上面发现了蛛丝马迹，一根睫毛。警长马上就拿着它去做了鉴定。他很诧异医院竟然有全成人的 DNA 档案，医生表示没有什么稀奇的，只要用手碰过钱，政府就有了 DNA 存档。将范围缩小到某一个家族之后，电脑上出现了一个名称辛普森。刚好此时秃头醒了过来，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侯默辛普森。看样子真凶是谁已经昭然若揭了，已经确定了嫌犯的身份。警长马上带人冲进了辛普森家。辛小妹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警长就将 DNA 以及秃头指认告知了他们。仅就这样似乎还不够，警长还在他们家的车座下找到了一把枪。辛巴表示自己从未见过这把枪，然而上面指纹却与他拿杯子留下的一模一样。警长将打中秃头子弹和枪里对比了一下，很明显这是完全的吻合，铁证如山。警方以谋杀未遂逮捕了辛巴，抓住了犯人。警长心情大好，就跑到小手旗下店去买了快餐，无奈服务窗口太低，警车开不到下面，于是警长就上演了一段高难度动作，最后餐点倒是够着了，可惜车子翻了，刚好后面车门坏了，辛巴就伺机逃走了。此时那位不靠谱的医生打开了秃头的病房，他过来询问秃头今天感觉怎么样，谁知他除了侯默辛普森依然是什么话也不会说。警方掌握了如此有力的证据，辛巴很担心，但辛小妹却觉得那个 DNA 是辛普森家的，所以有可能是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，当然这其中不包括辛巴。这意味着证据并不是那么确凿，就拿指纹来说，就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印上去的。在辛小妹的印象中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，辛巴手持了2个甜筒开车，于是他就问爸爸需不需要自己帮忙。正当辛巴打算将一个给女儿时，冰淇淋掉到了地上，于是辛巴就顺着手到处摸索，枪上指纹很有可能就是那时候沾上的。这样的话，他们都不可能知道枪是谁的。辛小妹觉得，说不定是有人陷害了辛巴。正当他们在家里想办法的时候，警局公布了辛巴已经逃跑的事实。秘书向众人表示，他将悬赏5万逮捕辛巴，而且是死是活都可以。闻此，媒体也不采访了，所有人都去找辛巴了。谁也不知道，辛巴此时就在秃头的病房。一看见他，秃头条件反射叫出了名字，辛巴略感欣慰，这会终于知道自己的名字了。不过他此前目的不是这个，而是威胁秃头不要向别人说是自己开枪的。另一边，辛小妹来到了案发地点，通过鸽子的提示，她还原了秃头中弹后的场景。腰间没有了枪，跌跌撞撞倒在日晷上。辛小妹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么说 DNA 是没错的。此时，她对面警察接到通知，辛巴出现在了秃头所在的医院，于是他马上就开车走了。辛小妹也紧随其后，她率先抵达了病房前，朝着那群想杀死辛巴的人群大声吼道：“住手！别朝我爸爸开枪，他是清白的，连个苍蝇都舍不得碾死。”当然这是不可能的，他现在就揪着秃头的脖领子呢。又被辛巴揪着摇晃了许久，秃头竟然奇迹般的找回了神智。他不再重复侯默辛普森，而是询问秘书这个野蛮人是谁。见他又忘记了自己的名字，辛巴马上夺过警察枪指着秃头说不是我开的枪。秃头被他这句话给逗笑了，开枪当然不是你，我可爱的原始人小朋友，想朝我开枪，你还没那个脑容量。接着秃头就在人群中指认了那个凶手，答案就是辛妈怀中的小小辛。他与人们讲述那天的真实情况，这样机器给全城造成了恐惧之后，他感觉自己站到了世界的顶端，于是又乐不可支地开始放纵自己对甜食的喜好。此时他刚好看到在车上面带微笑小小辛，他很好奇这姑娘在傻了个啥，原来是因为她手里有一根棒棒糖，然后他又抑制不住自己想要去抢。争夺过程中，秃头如愿以偿抢到了棒棒糖，但没有想到腰间枪落在了小小辛手里，然后枪走火，秃头中了弹，接着就是棒棒糖和枪同时掉进了车后座，最后就秃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倒在了日晷上。辛小妹也猜到了真凶是小小辛，因为她看到在日晷上秃头手指向了 M 和 S， 也就是麦基辛普森。然而这个猜测是不对的，事实上秃头动作是随机的。辛妈很高兴事前真相是这样，并表示若是小小辛会说话，一定会向秃头道歉，但秃头不吃这一套，当即让警察去逮捕他。然而警察表示没有一个陪审团会给婴儿定罪，眼见悬赏金也拿不到，人们纷纷离开了。见秃头无法释怀，辛妈表示小小辛不是故意的，这只
只是个意外。不过这真的只是个意外吗？真的吗？秃头中弹让全镇人陷入了罗生门。若是没有他的最终苏醒，辛巴可能永远也无法自证清白。就像如同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网络世界，对于同一件事情，不同的人各执一词，而事件本来面目可能永远也无法看清。真相是一个美好又虚幻的追求，如何身处时代的洪流，寻找真正的答案，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见。